好，各位好，我们来解今天 LeetCode 的问题。好，今天 LeetCode 的问题呢是简单的题目第1652题，所谓的 diffuse 的 bomb 就是拆解炸弹那这里就是说有炸弹要去拆解，的时间快没了。他给你的这里题目给你的是所谓一个 circular 的 array 所谓的循环的一个 code 长度是 n， 然后 key 呢是 k。那怎么样去所谓的解密呢 ？decrypt 的 code。你必须在取代每一个数字而且所有的数字同时都被替换。好，它有分成3个情况。好，那我们解题的时候基本上就分别用这3个不同的情况。第一个情况，k 大于0，那就说第 i 个数字呢那 i 这边呢当然是 index 是从0开始所以就是它下面 k 个 numbers 当然就是说因为它这个 array 是 circular 是循环的如果说超过大于等于 n 的话，它当然就又会从头开始第二个情况是 k 如果是小于0的话，当然就是第 i 个数字就由它前面 k 个数字的和来取代。当然最简单的情况是 k 等于0的情况 ，k 等于0的情况就是第 i 个数字，那它就是0。好，那它这里说明什么叫 circulate， 这里是说 code 在 n 减1的值的下一个元素，当然就是 code 在0的值。那 code 在0的前一个元素呢，当然就是 code n 减1这是它所谓的 circular 的一个定义。好，所以它这里就是给一个 circular array 叫做 code， 然后一个 integer key 就是 k 请你去返回解密的 code， 然后去拆解这个炸弹。好，那我们很快的看它这里的例子这里的例子其实蛮简单的我们从这个例子应该大概就知道怎么解。所以它给的 code 是5714，那 k 值是等于3，所以这个怎么算呢？第0个当然就是后面3个的和嘛，所以7加1加4嘛，所以没有问题。但第一个当然1加4加5，好，那再来第二个的话是5加7加4，然后第3个当然5加7加1，基本上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计算的。好，所以答案当然就是12、10、16、13。好，那第二个例题呢尤其简单因为 k 等于0，所以你连看都不用看，它的答案就是一个全部为0的一个 list。好，那第3个的话是 k 等于-2，-2的话就是你就必须是前2个，所以第0个的话，它当然就前2个9加3 12，然后再来是第一个的话是前2个2加3是5，好，再来这边是2加4等于6，再来这边4加9等于13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其实很快先了解一下它的一个例题。好，它的 constraint 呢，其实因为 n 呢，它的数字呢其实不大它就是1到100其实蛮小的。那 code 呢的值也是只有1到100，那 k 的值呢是介于正负 n 减1之间，
所以我们看一下我们怎么解这样的一个问题。好，那我们看一下大概我们怎么解哈。那我们解题方式当然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容器啊 ，ANS， 然后它长度为 n， 那一开始都先把它填为0。好 ，n 的话当然就是 coat 的长度。好，那如果说 k 等于0的情况之下，那当然就没什么好说，你就直接将这个填满0的 ANS 啊，将它 return 回去啊。再来呢，就考虑 k 大于0的情况。那 k 大于0的情况啊，我们原则上当然就是你先，因为它是所谓的 sliding window 哈，所以移动视窗的一个题目，所以我们当然的建议方式，当然就是说你先将那初始的视窗的值呢，先把它计算出来。所以我们就用一个变数来装，比方说叫做 WSUM， 它就去算 coat， 从 index 1到那 index k 的和的值。好，那我们就是 ANS 第0个的值，然后再透过视窗滑动啊，就是我们原则上当然会有2变数，一个是 L， 另外一个是 R 啊。因为它这个视窗的大小是固定的啊，就长度都是为 k 啊，所以我们在做这一类的移动视窗实际上来讲，就单一回圈就可以完成。那原则上当然就是你把这一次要扣掉的值这样扣掉，然后再加这一次需要加的值啊，就是得到 dl 的ANS 在第 index L 的那个值就算出来了啊。那这样的做法，当然它就可以保证是在线性的时间就可以完成。好，这个是在 k 大于0的情况啊。如果是 k 小于0的情况，其实做法也是类似啊。那当然在这边比较有趣的话，当然就是 Python 啊。Python 的话，因为它的 index 可以是负的，所以我们这边会发现，其实你用 Python 去做它，其实是比较有趣的。那我们就看看大概怎么做。好，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当然就是 n 是等于先 n 的话，当然是我们的 code 的长度 length of code。那再来就是如同我们刚刚所说的，我们要建立一个容器啊，在 Python 来讲的话，就一般的 list， 那里面都是填0，长度是为 n。好，接下来我们就处理 k 等于0的状况，是吧 ？k 等于0，冒号 return 填满0的 ANS。好，再来我们再处理k 大于0的情况。好，那这边的话，我们当然就是 ANS 0的值。那我们用个变数啊，所谓 WSUM， 因为 WSUM 在下面，它还会再使用，所以它是和。怎么样的和呢？我们这个是 code， 那我们这边搭配它的 slicing， 它是从第一个 index 到第 k个 index， 那这个有头无尾，所以这个当然是到 k 加1。好，再来就是一个回圈，回圈我们就用 range for， 我们这边就是 L 游标，它在 range 1到 n 减1啊，有头无尾，所以要填 n。那它的 R 呢？当然就是 L 加 K， 然后呢磨掉 N。OK， 那我们这个 WSUM 呢，我们当然会做个更动啊，就是你要加一个减一个，我们要先减掉的是这一次扣在 L 的值，还有再加上扣在R 的值要把它加上来，那这个值当然就是我们的 ANS 在 L 的值。好，透过回圈，实际上
它整个就可以计算一遍。好，那在 k 大于0的情况，我们这里当然就是 return ans。好，接下来我们是考虑的情况，当然就是k 小于0的情况啊。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其实呢做一件事情，其实它可以用 copy 的。然后我们再做修改，那记得要对齐啊。这边我们加一个注解 ，Python 它是有 -index。好，那这时候我们的 ans 0如果是 k 是小于0的情况，这边当然要改过来。这里的话我们就从-1。那 k 是负的，所以你在这边就改成-1。那它的变化量是-1。好，那回圈的部分呢 ，range for， 这里的变数跟前面是一样啊。这里唯一要改变的地方是 r 的部分，因为 r 是右边的游标嘛，所以你 k 值是负的，当然这个时候你就改成减。好。再来呢 ，W 上呢改成什么呢？这里面原先是 L， 直接就改成负的 L。原先是正的 R， 改成负的 R。那我们 ans 在负 L 的值等于 W 上啊，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 Python 的解答就出来了。好，那我们让它执行一遍。好，这3个都 OK。那我们让它submit一次。好，基本上它是0毫秒啊，0毫秒，所以它蛮快的。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其他程式语言的解答。比方说是 C++， C++ 的话，就这边你在考虑 k 是负的情况，就稍微比就跟 Python 就不太一样啊。那我们这里让它执行，好，一样 submit。好，同样是0毫秒。好，那我们就谈到这里。